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18日，星期三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。那么昨天在我发视频的盘中，那么是比较偏空的，因为当时技术面是有一个破位，我是提示了风险。然后呢，尾盘当时是有一个大涨，收出了阳线。那么今天单边的有一个上涨，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过来嘲讽挖苦。说实话呢，我挺无语的。我也挺替这些人悲哀的。如果大家做交易只看一个标题，只听一个涨字或者是跌字，而不是听我背后的逻辑，那么你可能永远就是这个市场的韭菜。什么叫做专业的交易？专业交易就是应对。昨天在我录视频的时候 ，SPY 它确实是跌破了关键的支撑位。我不看空，难道要看多吗？那么市场的主力它是狡猾的，制造了一个假摔，在尾盘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暴力的拉升，完成了对空头的绞杀。那么作为一个职业交易者，当市场给出破位失败的新信号的时候，我立刻有反手的教大家去做多，并且呢，在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有讲到，今天是可以实现单边上涨的，这个叫做灵活，叫做知行合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会员群朋友今天的盈利的情况，非常的丰盛，好吗？如果你只是想来挖苦嘲讽，那么请你赶紧取关我。但是如果说你需要得到我的帮助，在盘中的时候，那么我也会提供我的一些看法与建议。那么我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只会帮助那些真正信任我的人。不信任我的人，或者是你想来挖苦或者嘲讽的人的话，我是不会去理的。我们密集投资频道只留给那些有逻辑、懂博弈、想在股市里长活下去的高素质的投资者。那么最近看我视频赚钱的朋友很多，也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了。如果你想在盘前盘中拿到精准的点位和方向的指引的话，欢迎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可以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。如果你加入 YouTube 的会员的话，只有博士班有每天的点位，博士班没有群，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下。好了，回到今天的正题，今天的盘面为什么能够大涨？核心不是口号，而是有3股力量在同时的往上发。那么第一条就是科技链条有先止血，并且有修复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是有一个继续的走强。那么新闻面就是 Meta 这边宣布长期合作，要用大量英伟达芯片和设备去做 AI 数据中心。这种消息对于整个 AI 硬件链条是一个情绪的拐点，至少能够把上周那种 AI 的焦虑先按住。第二就是业绩端给了能够兑现的样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CDNS 财报后有一个大涨，带动软件与服务板块回暖，市场今天更愿意为确定性的订单和收入节奏买单，而不是为想象力买单。第三，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指标在降温， VIX 这边这2天从21附近已经回落到现在18.5附近，说明至少短线的恐慌溢价在回吐，配合指数靠近前高区域，这个就更像是风险偏好回流，而不是末端的情绪拉抬。同时，我经常跟大家讲的1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，近期它就是围绕在4一带波动，早些时候一度是有下探，说明资金对于债券的需求不弱，那么折现率的压力至少也没有继续的上台阶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它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大涨的，是不是逃命波？我给大家一个直接的结论，今天这个更像是修复波加上回补波，不是典型的逃命波。逃命波你要谨记住有什么情况，有2个标记，一个呢就是恐慌指标继续抬升，第二就是冲高后全天的承接很弱，关键在一个收盘位置是站不住的。而你现在可以看到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恐慌溢价在回落，指数把前2天的跌幅再往回修这个 K 线，结构上呢更像是把昨天的急跌、上周的急跌，说错了，是上周的急跌做一次再平衡。当然，市场现在也没有到可以闭眼乐观的阶段，因为今天上涨的同时也是有分化的证据，比方说像这只股票 PANW 因为指引预期问题有一个显著的下挫，说明资金不是全面加仓，而是在挑赢家踢弱者。这种环境下指数能够涨，但是波动会放大，追涨会更加的难受。PANW 这只股票呢，我们在去年也是带会员朋友去做了一波，那么这次有一个大跌，我会好好的去关注
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入场点的话，我还是会在会员群来发通知的。下面进入到技术面，我们先来说一下 SPY 的走势，再来说 QQQ。SPY 这段结构的关键 K 线是谁呢？就是在2月12日那根长阴，我们可以看到那天的阴线非常的大，收盘是收在了681.27，那么等于把前几天上攻的全部给一口气打回去了。随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昨天出现了先破后收的典型的止跌的动作，那么这根 K 线的含义非常的直白，盘中我要把恐慌盘给你打出来，但是收盘我这边的资金愿意去接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SPY 继续的走强走高，等于是把2月12日的那根长阴的实体是修掉了一大截，但是还没有把阴线中段以上的压力全部彻底的拿下。所以说 SPY 关键的位置我就给你3层，第一层上方我们看到689到692这附近，这里是2月11日的低点，以及2月10日到11日它的回落区间的一个叠加，属于什么呢？属于非常密集的供给带。第二层我们就可以看到695到697，这一点的话呢，就是在2月12日的高点以及2月11日的高点站上去，才叫把这个长阴的结构性伤口给补上。第三层呢，就明显的是700的整数位了，因为过了700，市场情绪会明显的发生改变。下面的话呢，也是有3层，第一层就是在683附近，也就是今天回踩低点区和短线的一个均衡位。第二层大概是在675，这个地方是本周2次确认的日线的底，跌破它，那么你修复的逻辑就要进行一个降级。第三层大概就是在670附近，如果说在这里失守，资金大概率会去下面再去找一个承接。我们可以看到 SPY 它的日线图，那么你可以看到2月12日的那根阴线非常非常的难看，那么今天的阳线我觉得是有这个吞掉阴线，至少有一半的阴线。那么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是有一个铁律，是什么铁律呢？像昨天破位失败，它就是强烈的买入的信号，因为昨天的主力它是做了一个假动作，那么诱骗技术派进行止损，结果今天迅速的拉回，而且收盘已经是有高于昨天的一个开盘价。那么这个在 K 线形态就是多头的吞没，就是一个诱空。既然是诱空，那么下方的一个低点就形成了短期的铁底，只要 SPY 来回这几天不跌破今天开盘下方，那么目标位就直接的去挑战一下前高，甚至是创新高。我们再来讲一下 QQQ 今天的弹性更大，但是我告诉大家 QQQ 它的走势没有 SPY 那么的好。那么今天大阳线一拉， MACD 这边快线马上就要勾头向上，而且呢 RSI 也是瞬间回到了50上方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指标是滞后的， K 线是实时的。那么 QQQ 今天不仅收复了昨天的失地，而且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，放量有一个不错的上涨，说明机构有在买，不是散户在买。散户在昨天已经被洗出去了，今天不敢追，敢追的都是大资金。所以大盘现在有没有危险？我的回答是，风险解除了，危险解除了，只要不是缩量的反弹，那么这一波不一定是逃命波，而是新一轮的波段的起点。那么反转和逃命波的关键点就在于力度和位置。刚刚呢我也跟大家有讲到了，逃命波是弱势的，是缩量的，是犹豫的。位置的话呢，如果说只反出到了某一条均线，那么它就停了，就是逃命波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它就是非常强势的，已经要打到20均线这个地方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多头的控盘。所以说大家不要被所谓的熊市思维给禁锢住了。昨天我看空，那是因为有一定的熊的形态，今天看多是因为主力把熊市形态扭转了，这个呢不叫打脸，这个叫做跟随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哪些个股是值得去入场的。首先呢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多强势的半导体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低位的时候一直叫大家好好的去做英伟达，因为这些票在逆风的时候能够扛住，现在顺风了，他们就是领头羊。如果说你可以在底位把它给买住的话，那么现在你的这个盈利是非常的丰厚了，因为英伟达现在依然是风向标。如果今天
我们可以看到它收了实体更长的大阳线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再次去冲击一下前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还有哪些股你是可以去加入的？就是那些被错杀的 SaaS 的软件股，那么他们在最近也会有非常暴力的超跌的反弹，这个呢就是做短线爆发力的首选。明天周四开盘不要无脑的去追，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多头这边拉的比较的急。如果说在明天稍微的有一点点回踩，比如说像 SPY 回踩到685站稳的话，那么就是非常好的上车点。那么最后呢，想跟大家说几句交心的话，因为我看到支持我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的。在交易这一行最不缺的就是杂音。那么昨天提示风险，为了保护大家的本金，今天提示机会是让大家去抓住利润。市场在变，那么我们必须要变。如果我为了所谓的面子，死鸭子嘴硬，明明看到大阳线呢，还硬要说下接中继，那个就是对大家最不负责任的。那么今天的这根阳线，它是穿云箭，它宣告了空头陷阱的结束，多头行情的回归。所以说呢，你的思维就要从防御转换到进攻。那么我也不会去理那些喷子，让他们抱着昨天的空单去哭吧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，明天如果有回踩的时候，要果断的出手，让好好的去致敬这个变幻莫测但是又充满魅力的市场。我相信大家好好的听我的视频，好好的理解我在背后讲的这些逻辑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赚大钱。我们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好的学习一下像这些朋友他们如何跟了我那么多年，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来做到的。如果大家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换一个券商，享受盘前盘中的交易的话，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富途木木，现在开户入金有非常多的优惠，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就可以来开户入金加入。那么今天的视频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在本周赚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